大家好，老實說，我不確定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，每次打開 Gemini 都要重新跟他自我介紹，就像去參加那種永遠不會結束的相親大會。每天重複這些話不叫使用 AI， 這叫打字練習。如果你跟我一樣覺得生命不該浪費在複製貼上，那麼 Gemini 的 Gems 功能大概就是為了拯救我們這些懶人而存在的。簡單來說，我們今天要解決的問題只有一個：如何讓這台機器一次就聽懂人話，而且記得住。在開始之前，我們先搞清楚兩個概念，免得你把工具搞混了。首先是個人化設定，把它想象成你的生活習慣，比如你跟室友說我不吃香菜，說話喜歡直接一點。一旦設定好，無論你叫 AI 做什麼，它都會記得你不吃香菜，這是它的底層人格。但 Gems 不一樣， Gems 是你請來的專職專家。想象一下，你不會叫你家室友去修水管吧？你會找個水電工。Gems 就是那個水電工，或者是會寫程式的工程師，或是專門幫你寫道歉信的公關。我們要做的事很簡單，把重複性的工作外包給這些專職專家，而不是每次都得親自教你的室友怎麼修水管。好，那要怎麼訓練這些專家？其實跟點外送沒什麼兩樣。Google 官方給了幾個範本，但說實話，看別人的範本不如自己動手。設定一個 Gem， 你只需要記住4個支柱。第一，角色設定，告訴他是誰，是資深編劇還是數據分析師，給他一個頭銜，他才會拿出該有的樣子。第二，核心任務，你要他幹嘛？是把錄音檔變成文章，還是把那堆亂七八糟的數據整理成表格？第三，負向約束，也就是告訴他不要做什麼，比如不要講客套話，不要用翻譯腔，不要給我寫出那種像小學生作文一樣的結尾。這通常是避免 AI 胡言亂語最有效的一步。第四，格式規範，你要外送員把餐點放在盤子裡，還是直接倒在地板上？你要 Markdown 格式，還是條列式清單？請講清楚。邏輯越清楚， AI 產生幻覺的幾率就越低。畢竟你不給框框，它就會開始自由發揮，那通常都是災難。如果你聽到這裡還是覺得哇，還要我想這4個邏輯，好累哦。沒關係，我教你一招懶到極致的方法，反向迭代。你直接打開一般的對話視窗，問 Gemini： 嘿，若我要建立一個專門負責某項任務的角色，我該怎麼設定他的指令？讓他自己告訴你他需要什麼指令才能工作，然後你只需要把他的回答複製下來，貼進 Gems 的設定裡。這就像是面試的時候問應徵者：請問要怎麼管理你，你才會乖乖工作？通常他們給的答案都挺準的。所以設定 Gems 的本質不是在寫指令，而是在定義邏輯。當你把這些規則定好， Gemini 就不再只是一個會陪聊的機器人，而是真正懂你的數位員工。去試試看吧，建立一個屬於你的 Gem。如果不成功，那大概不是 AI 的問題，可能我們得回頭檢討一下那4個點餐邏輯了。那這邊教大家怎麼樣去設定這個個人化設定。這樣，首先進來在畫面的時候，你可以看到左下角這邊有一個設定與說明，點選進去呢，上面這邊有一個個人化建議，在這邊呢，你可以看到有一個給 Gemini 的指令，這邊下面呢就可以輸入給他的一些命令這樣子。按新增之後呢，你可以新增，比如說有關於你自己的一些個人資料啊，或者是你的偏好、喜好等等的，以及你希望就是 Gemini 回復的風格是怎麼樣，在這邊呢都可以下指令。下完之後呢，按存檔就可以了。那這個個人化設定呢，其實就很像是你蓋房子的地基一樣。之後呢，你所有每一個對話呢，就會按照你所下的指令的邏輯下去走，這樣子。那有了這個當做地基之後呢，我們下一步就可以來設定這個機器人。那它設定的位置呢，就從這邊左邊這邊有一個 Gem，點選進去，
這邊可以看到它是預設的，官方有預設的一些機器人在這邊給你使用這樣子。那我們可以在下面這邊按新增，它這邊就有幾個欄位，名稱、說明還有使用說明。我這邊呢，分享一下我自己設定的機器人這樣，大概就是這個樣子。名稱呢，它要叫什麼名字？比如說什麼專家。那說明呢，這個專家主要是負責什麼樣項目的？這邊呢就是最重要的指令的部分。那指令的部分呢，你可以按照前面影片所說的，就是整理出來的重點，用反向的方式、反向詢問的方式問 AI， 看需要怎麼樣去下這個指令。那輸入完之後，貼上之後呢，你這邊可以按再一次重新整理，那它就會按照它比較看得懂的格式呢，再做一次編排這樣。然後下面這邊預設工具呢，就是你基本上你是希望它用什麼樣的工具作為就是預設這樣子，這個就比較好理解這樣。那相關資訊這邊呢，比如說你有一些公司的浮水印等等的，那你之後將來如果說縮圖上面你要固定要放上浮水印的話，你可以将你的浮水印檔案丟上来，那之後那個產出圖片的時候呢，叫它壓上浮水印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所有都設定好了之後呢，這邊按儲存，或者是將來你有更新的話，也是這樣子更新這樣子。那這樣子呢，大概就是一個機器人的一些設定，簡單的設定方式這樣。那各位如果對其他的教學有興趣的話呢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哦。那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